其实我也曾想当个英雄。我叫甄野，本来是个快乐的富二代，名门之后，老爸呢叫甄如玉，是当世名医。他的医术吧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任何病到他手上都能治好的那种。这江湖上天天打打杀杀的，这些个大侠们不免要断胳膊断腿的。我爸爸那医术啊，不说给他们修复如初吧，最起码呢保他们一条性命没问题。那再说说我生活的地方吧，这里叫神医谷，这里的老谷主呢是我爸爸的干爹，我的干爷爷。他老人家手里有一本书啊，叫做《阴阳册》。这江湖上人人都传说啊，这本《阴阳册》呀，可以活死人，肉白骨。那时候我的小脑瓜里面全是问号啊，这能把死人整活可还行？这世界上的人死不了了，有一天人口超过了几十亿，还不把地球都给挤炸了？这个问题啊，一度困扰了我很长时间。那我爹呢，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名如其人，君子，温润如玉，他自然就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。这些人可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青年才俊呢。有四季山庄的庄主秦叔叔，也有五湖门的高叔叔、赵叔叔和沈叔叔。那其中最厉害的就要数荣叔叔了，他妻子啊是我爹的大师姐岳阿姨，他的师傅啊就更厉害了，那是当时最厉害的剑客长白山剑仙叶白衣。他自己呢也是一个武痴，学什么会什么。那我爹就经常跟他们一起行走江湖，惩恶除奸，快意恩仇。我当时就想，我长大了也要像荣叔叔一样厉害，像我爸爸一样善良，做一个有正义感的大侠。但是直到有一天，这一切都变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叔叔们干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，他们要让天下的门派不再敝帚自珍，要让江湖上的侠客们可以练习所有门派的武功。他们从各大门派偷了很多的武功秘籍，好像还鼓动了我爹爹把我们神医谷的阴阳册给偷了出来。他们把所有的秘籍都放到了一个叫做武库的地方，然后请龙渊阁的龙叔叔打造了几把钥匙。几个叔叔呢，每人拿了一把，这个钥匙就被称为琉璃甲。那这也是一切血雨腥风的开端。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可是不知道怎么的，荣叔叔突然发了疯，杀了岳阿姨。岳阿姨死前把武库的其中一把钥匙交给了我父亲，紧接着他们偷书的事情不知道被谁传了出去。荣叔叔受到江湖上的这些所谓正道的人士的追杀，被困在青崖山。我爹赶过去想救他，但是对于江湖众人好话说尽，没想到却被荣炫一拳打晕。在醒来时，荣叔叔早已身首异处，而江湖上的那些自诩正义的人们，不知道从哪儿得知了我们家有琉璃甲的消息，三番五次上门逼迫神医谷老谷主交出我爹。但老谷主一辈子行医救人，德高望重，被逼得不得已，挑断了我父亲的手脚筋，废去一身武艺，将我全家赶出了神医谷。失去了干爷爷的庇护，我们一家被那些所谓的正义人士追杀，追到了天涯海角都不肯放过我们。绝望之际，是秦叔叔从天而降，将我们救了下来。那是我前半生最快乐的几天。我拜了秦叔叔为师，认识了小师兄周子舒，他带我抓蝴蝶、抓蚂蚱，教我练武。他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微光，成为了我前半生的惦念。可是该来的还是会来的，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秦叔叔将我们安置在山里的一处隐蔽的小院当中，而他要出门办事儿，约定3个月之后回来，将我全家带回四季山庄保护起来。但是他刚走没多久，那个道貌岸然的赵静就出现了。他逼迫我父亲交出琉璃甲不成，便指使鬼谷群鬼杀了我的父母。那天我抱着爹娘的尸体，哭的是肝肠寸断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像我爹娘这样至纯至善的好人，却没有好的下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不是薄情部主罗福梦曾经受过我爹的救命之恩，我也是活不下来的。那一瞬间，我长大了，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神医谷继承人，而是一个为了报仇活着的人。鬼谷老谷主带我回青崖山，教导我武功。我知道，要想活下去，就必须比他们都狠。所以我拜了杀父仇人做义父，跟着杀父仇人学武功。我忍着内心的痛苦和煎熬，忍着肉体上遭受的折磨，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，等着那个可以让我报仇的那一天。于是就在几年前的一天，我终于羽翼丰满，活剥了教了我10年武功的义父。我要把他的人皮剥下来看一看，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魔鬼。而当我浑身是血站在青崖山顶，看着脚下跪倒的人们，我就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个天真烂漫、纯真无邪的我。
我寻了个由头，派群鬼出山，要搅得这个江湖腥风血雨。我不仅要杀光那些逼死我爹娘的名门正道，也要借他们的手剿灭鬼谷这群真正杀人的刽子手。我活着就只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复仇。直到我又碰上了师兄周子舒，那个照亮我人生的人，确切的说是那个会4季山庄武功的乞丐。开始我并不敢相认，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，也不知道他知道我的身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只能是不断的缠着他，用语言撩拨他，刺激他。不过他生气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我们经历了很多，也慢慢知道了他身上发生的故事，也慢慢知道了他命不久矣。我想让叶白衣救他，哪怕武功全失，而他却拒绝了。他有自己的坚持和骄傲。真正的和解是在龙渊阁知道了20年前那场惨案背后隐情的时候。我们都回忆起了小时候的故事，开心的，惨烈的。我们不仅和对方和解，更是和自己和解，和过去和解。今天我就站在这里，眼睛就看着20年前那场惨剧的始作俑者，他已经众叛亲离，没有退路了。我想这件事情做完，我就与你隐居山林，过那神仙般的日子去。你们觉得我会怎么做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万。我一直想做一个山河令的人物系列，因为这些人物太有血有肉了。这几十年来，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武侠小说，在大作家们笔下，江湖是一个没有温度的世界，是一个正邪对立的世界。主人公永远是个大英雄，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太多人的矛盾性。而山河令则不同，他营造的这个江湖是一个有感情、有温度的世界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故事。最正义的人也许就是最邪恶的，而邪恶的人呢，也都曾经是个良善的好人。他们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。你别说温客行、周子舒是这样，赵靖、蝎王这些人不也是一样吗？正是这些真实发生在人身上的故事，才让这部剧特别能打动人。因为我们周围或多或少都能碰上那些好人没有好报、被冤枉、被打压、被欺负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想不如用这个人物自身的视角去讲一讲他们的一生，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至于为什么第一期我就选温客行，实话实说，他的故事就能打动我，他骚气美人攻的风格我也特别喜欢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大家点赞订阅，下期再见。